兄弟们，看这是什么？你居然能在一台小鹏的车上看到油表！ 没错，我今天开的这台车呢，就是小鹏 P7加的增程版。那作为一台主打年轻用户的车型啊，我相信驾驶方面的感受呢，大家一定是非常在意的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先开着说。那这次在动力方面呢，它提供了节能、舒适、运动和个性化4个档位。首先是节能模式啊，它动力来的是比较缓的。你想要变道超车的话呢，在这个模式下，你需要一定的提前量。那在舒适模式下呢，它动力的响应速度明显会增加很多，基本上呢能做到随踩随有。如果你切换到运动模式呢，那这台车爆发出来的动力呢，你能感觉到一个很明显的推背感，开起来呢是比较爽的。那除了不同的动力模式以外呢，我更想说的是它的底盘啊。那这台车呢，它全系都标配了可变阻尼减震，并且提供了4个档位可以选择。那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啊，它每个档位之间的变化呢还是比较明显的。那特别是从最左侧的舒适架调到最右侧的运动，这种风格的差异呢是非常明显的，能够感知到的。首先，如果说你是喜欢家用轿车那种比较软的底盘呢，我觉得舒适架肯定会很对你的胃口。那它经过一些沟坎的时候呢，它整体的滤震性还是很不错的，传递到车内呢也不会让人感到不适。那如果说你喜欢驾驶，那我觉得调到运动档位呢，它又能给你一种底盘很绷着的感觉，在过一些连接缝或者说路面的这种随机短波的时候，整个车身的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那当然呢，这台车还是有 AI 底盘的功能，如果前方路段有一些颠簸的话呢，它能提前的在驾驶信息上进行一个提示，它的 AI 底盘也会实时的进行一些调整。那这台小鹏 P7加呢，它的动力除了用上最大功率110千瓦的 1.5T 的增程器以外，采用的是一个后置的180千瓦单电机，匹配49.2度的电池包。那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呢，能够来到430公里，综合续航里程能够达到1550公里。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喜欢开车的，那我推荐你可以把动力设置为标准，转向助力呢设置为运动。那除此之外，刹车踏板标准，但是底盘啊一定要是运动。你可以试试，这样设置下来呢，我觉得这台车还是很好开的。那除了动力以外呢，在外观方面啊，小鹏 P7增程版呢也是有所变化。那首先来看车头啊，它还是保留了小鹏家族式非常标志的这个贯穿式的灯带，但是呢，跟新款的 G6一样，它的灯带也是有所升级的。那现在呢是一个无断点的设计，整体的长度呢来到了1730毫米。那再搭配上分体式大灯以及大灯下方的灯带，整体来说呢，给我的感觉呢就有点像车标的 X 往两侧的延伸。那在牌照架的下方呢是 AGS 可变式电动格栅。车头处整体比较凌厉的线条，搭配上两侧隆起的金线呢，我觉得在保留科技氛围的同时呢，也是给人不错的力量感。那这台车呢，它的车长是达到了5017毫米，它的车高呢仅为1512毫米。在这样的数据加持下呢，从车侧来看，它整体的形态呢还是比较低趴的。但是你看车尾这块啊，它的 C 柱呢是采用了往前的一个倾斜设计，再搭配上整体的线条来说呢，车尾处给人的感觉呢是非常的溜背。那这次在轮胎的选择上呢，小鹏 P7加增程版呢提供的是19和20两个不同尺寸的轮胎。我们这台试驾车呢采用的是20寸的轮胎，搭配的是米其林的 PSEV 型号，在轮胎的用料上呢还是比较下本的。那车尾整体造型呢跟车头是有一种一脉相承的感觉，整体的线条运用呢还是比较有力并且很克制的。就拿这个贯穿式灯带来说吧，它变得更加犀利的同时呢，还集成了非常多的功能，比如说像尾部的日行灯以及支架小蓝灯，它都集成在了其中。功能性这块呢做的还是很丰富的。那在车尾处呢，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到呢，就是它采用的双层压尾设计。那这样的造型呢，放在国产的新能源车中啊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那我觉得啊，这里不仅能展现出设计师的小巧思，也能让整个车尾的层次感呢更加的丰富。那在这个小设计的加持下呢，我觉得整个车最美的角度呢，无疑是后45度角，你觉得呢？当然，这样溜背造型除了帅以外呢，它的后备箱开角也能做到非常的大。小鹏 P7加的后备箱空间啊，我觉得在这个5座的轿车里呢，真的算是数1数2大了。先看这种标准状态下呢，它的纵深呢是来到了1.14米，宽度呢也是达到了1.1米，它的整体的储物空间呢是725升。我们是在后排座椅没有放倒的情况下，后备箱里放下了6个2寸的行李箱，还有2个书包。那在这一块呢，还能再放一个包。那我觉得这个储物能力呢，搭载全家出行的行李呢，那是轻轻松松的。那除了上层空间以外呢，在这隔板的下方还有一个深度大概在1个手掌左右的储物盒。内饰整体的造型呢，依然是小鹏家族式的风格。那我面前这块屏幕呢，也用上了 P7的同款，是一个8.8寸的极窄屏。那我觉得这样设计的好处呢，也是能让人更加聚焦于驾驶本身。除此之外呢，就是一些细节的微调了。空调出风口呢，也由竖向改为了横向，并且保留了手动的调节旋钮。我觉得这种手调的方式呢，会比电动的更加精准。那坐在前排呢，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，就是座椅的舒适性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升级。那官方表示啊，这台车的坐垫呢是加长加厚了15毫米，并且呢，整体的一个坐姿也是有所优化。副驾也是支持了一个零重力的座椅。
那这台车的车高呢是1512毫米，那相信大家肯定会关心它的后排头部空间怎么样。身高185的我坐在后排给大家实测一下，头部呢大概是有1拳于2指左右的空间，再搭配上这个玻璃天幕呢，至少头部我觉得不会很压抑。最后来个总结啊，在动态方面呢，这次小鹏 P7 加增程版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很深的。那它不仅提供了很多种的动力选择，还有底盘的软硬呢，也是提供了非常多的档位。最难能可贵的是啊，它每个档位之间的区隔还是很明显的。不管说你是想要舒适，还是说想要自己开着爽，它都能够 match 上你的需求。那这台车在保留大电池的同时呢，还加上了增程器、大油箱、油液管路等等一系列的元器件。那这些元器件的加入以后呢，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到车内的空间。你看，不管是后备箱还是后排空间，刚刚都给大家实测过了，整体的表现呢还是很不错的。所以如果说你是家庭用户，特别在意车内空间的话呢，我觉得这台小鹏 P7 加增程版呢也是可以考虑的。那最后就是价格了，目前呢我们还没有得到官方的售价，但是参考小鹏 X9 车型它的增程版和纯电版的定价策略来说啊，我个人预计啊，这台小鹏 P7 加增程版呢，它的售价不会超过20万元。那也想问问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，你觉得这台小鹏 P7 加增程版它最后会卖多少钱呢？我在评论区等你们答案哦。